有沒有發現，現代人最大的夢想不是發財，而是不要有人再傳賴給我。下班主管，有空嗎？晚上10點客戶，方便確認一下。凌晨1點朋友，睡了嗎？結果你心裡想，沒有，我只是閉着眼睛等天亮。現在的人很奇怪，手機有飛航模式，人生沒有。工作跑進家庭，家庭跑進假日，假日跑進睡眠，睡眠跑進焦慮，最後變成24小時全年無休。然後呢，身體開始抗議，情緒開始爆炸，信仰開始剩下星期天1小時。我們一直以為問題是太忙，其實真正的問題只有4個字：沒有界限。今天以西結書42章看起來超級催眠，又是房間，又是尺寸，又是院子。第一次讀的人心裡只有一句話：主啊，我是不是不小心打開建築師考試題庫？可是等等，如果只是畫平面圖，神不用花那麼長篇幅真正的重點藏在最後一句，要使聖地與屬地有所分別。原來上帝一直量尺寸，不是因為他是處女座而是因為他知道沒有界限就沒有聖潔。然後呢，我們突然發現，這根本就是現代人的人生寫照啊！以前的人怕圍牆太高，現在的人是根本沒有圍牆。工作隨時找得到你，廣告隨時追得到你，短影音隨時誘惑你， AI 24小時回答你，只有你的靈命一直顯示連線中斷。很多人每天醒來第一件事不是禱告，是看手機，結果1分鐘後，你已經知道明星離婚，股市大跌，朋友去日本，隔壁同學買新車，就是不知道今天神想跟你說什麼啊？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我們資料越來越多，方向卻越來越少神在24章安排祭司有特別的房間，不是因為神偏心啦，而是提醒人服侍神的人要先有分別。這句話放到今天就是，如果你的心每天都被通知、留言、演算法塞滿，神的聲音要放哪裡啊？就像冰箱塞滿過期食物，再好的牛排也放不進去了。很多人說，我最近都聽不到神。我想問，你的耳機有沒有先拔掉呢？然後呢，更有趣的是，祭司進入聖所之前要換衣服，不是因為神辦時裝秀，而是代表身份改變。可是我們呢？星期天唱詩歌，星期1開始罵同學，星期2抱怨老闆，星期3開始比較薪水，星期4嫉妒朋友，星期5開始焦慮，星期6滑手機，星期天再說主啊我愛你。神一定想說，孩子，你到底是哪一套衣服啊？信仰不是星期天穿的制服，而是每天穿的生命。42章最後量整個外院，不是限制自由，而是保護生命就像高速公路有護欄，你不會抱怨為什麼限制我自由衝下山谷？因為界限不是阻止快樂，界限是阻止毀滅。現代人最流行一句話，做自己。可是沒有人告訴你，如果那個自己一直做錯決定怎麼辦呢？聖經不是叫我們失去自由，而是找到真正自由。因為真正自由的人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而是知道什麼值得做。然後呢，我們開始明白，神一直量尺寸，不是在找麻煩是在保護他所愛的人。好的婚姻有界限，好的親子有界限，好的財務有界限，好的情緒有界限，好的信仰更有界限。沒有界限的人生看起來很自由啦，最後卻被手機綁架，被情緒控制，被慾望牽着走。
所以42章真正的信息不是建築物，而是生命管理。神不是要把你關起來，他是要把你保護起来。因為真正的聖潔不是離開世界，而是在世界裡仍然知道自己屬於誰。所以今天我要留下最後一個懸念，如果神今天重新量一次你的生活，他看到的是一座聖殿，還是一間全年24小時營業，誰都可以隨便進出的便利商店呢？金句：界限不是束縛生命，而是保護生命。當生命先分別歸神，人生才能真正自由。